美中关税持续至今，也严重影响到中国百姓的吃饭问题。因为这场贸易战导致肉类开始涨价。我们来一起看几段视频。咱们这个牛羊肉的价格浮动特别大啊！清明节前到清明节后，一柜货涨了20多万，现在呢又是一直在下跌，一吨已经跌了4、5千了。这个情况，一是和咱们这个贸易战有关，第二呢是实际上国内的整体的这个需求它是跟不上的。所以说会导致一个快速的上升，又快速的一个跌落啊。作为我们这个牛羊肉的贸易商或者一批来说呢，一定要谨慎啊。牛价这2天蹭蹭往上涨，南方好些地方都17、18块钱一斤了。因美国征收税务的问题税收的问题，现在大豆油还在持续涨价兄弟们，你们手里面还有没有货？未来大豆油的走势怎么样在美中关税战当中，随着北京当局近期针对美国大豆、玉米等农产品和美国的猪肉、牛肉的报复性关税，中国百姓不得不为此买单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，美国则是世界上全球最大的大豆出口国之一。2024年，美国对华出口246.5亿美元的农产品，光是大豆就占到127.6亿美元。但是受关税影响，中国从2024年开始，从美国进口大豆数量就明显减少了。据业内预算，如果今年中国对美国大豆的进口继续的大幅减少，就可能引发豆油价格上涨。大豆中的豆粕占据中国饲料蛋白来源的60%，也是生猪、禽类和水产养殖中必备的高蛋白原料。如果中共今年从美国大幅减少大豆进口量，豆粕价格就会涨到每吨是3500元，饲料成本也会上升大约是15%。中国生猪养殖成本也将从每公斤的14.3元涨到每公斤的16元左右。而美国同时也是中国的牛肉与猪肉的重要进口来源国之一。受美中关税的影响，中国餐饮企业的采购成本压力不断加大。北京一家连锁牛排的餐厅负责人李先生表示，我们尽量选用国产的牛肉，但有些高品质部位仍然依赖进口。现在采购成本涨了将近30%，菜单价格不得不调整，但顾客对涨价很敏感，生意明显是不如以前。中国肉类和食用油等价格在上涨，也让中国百姓日常生活成本不断增加。广州王女士告诉路媒，最近去超市去买菜，猪肉与牛肉价格都贵了不少，饭店的菜也涨价了。现在一家人出去吃顿饭，动辄好几百，感觉消费的更谨慎了。在中美关税的冲击之下，影响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饭碗，也包括曾经滞销的水果。因为从国外进口的化肥农药都涨价了，所以中国的香蕉也涨价10倍。今年的香蕉你还能吃得起吗？地里的香蕉农今年可算是站起来了国产货这一箱将近90块钱一箱成本都快合到4块了。如果说你能买到5块钱以下的香蕉，说明人家水果店还真没挣你钱，不是人家心黑。今年的香蕉价格就是高，所有的水果你没发现吗？价格都在蹭蹭往上涨。水果涨价对果农与水果商来说呢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对经济捉襟见肘的百姓来说，吃水果都成了奢侈的行为。一名住在吉林省长春市的女士喜欢吃水果，但因为最近手头紧，半个月都没有买水果了。我昨天去市场买菜，然后买了点菜就回来了，然后看见市场摆的那些水果特别想吃，但是我们净月这边水果卖的太贵了，我确实想吃，但是我不能买，因为买一次水果就抵好几天的菜钱了。根据公开资料显示，中国是全球最大粮食进口国，而美国恰恰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供应国之一。2025年4月23号，中共经济日报以粮食进口下降释放什么信号为题报道说，据中共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1月至3月，中国累计粮食进口量达到2270万吨，同比大幅减少了40.8%。其中呢，包括小麦、玉米、大豆、高粱和大麦等粮食品种。据2023年前11个月的数据显示，中国主要依赖巴西和美国进口大豆，进口玉米的前3大国是巴西、美国与乌克兰，进口小麦前3大国分别是澳洲、加拿大与美国，而这3国都是中共的地缘政治对手。
从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美国对中国每年提供大量的大豆、猪肉、牛肉、玉米、小麦等必需的用品。那么，尽管中共一再强行打关税战，但有些中国网友担忧，这是又一次被美国掐住脖子。X 平台网友提到，中共官媒说粮价企稳回升，这是明示粮食与食品要涨价的信号。还有人表示，中国可能要再经历一次大饥荒，可怜的中国百姓又要啃树皮了。在经济大萧条之下，即使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受到严重的冲击。我的房子已经空了快5个月了，真的，现在降价降的肉都疼的，都租不出去。我是北京有3000套出租房的北漂大奎，北京人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了，就连外卖小哥都走了不少。今年的房子是我从业10年以来最难租的一年，二房东集体跑路，中介小哥都改行送快递了，才4月份就提前躺平了。现在50元的床位房挤爆了，反而我们的精装公寓无人问津。某些同行还在搞租金5%的年递增，宁愿房子涨蘑菇也不降价，醒醒吧！躺赚的时代早都翻篇了。最后说句扎心的话，现在租房市场买方说了算，房东的黄金时代早翻篇了。广州是中国4大1线城市之一，现在出现这样的景象：广州天河4块钱的盒饭都卖爆了，你还在告诉我广州在消费升级？你不是蠢就是坏。4块钱有4个菜，一个炒鸡蛋，一个土豆，一个粉条，还有一个咸菜，4块钱的盒饭卖得这么火爆，你告诉我这是消费升级吗？年轻人在当今经济环境下，早就被现实磨平了棱角，被推着往前走。我感觉穷人活得真是没意思，以前就是打工打吃打工，后来打工还是打工，可是打了这么多年了工，到头来还是穷。我本来打工就是为了摆脱贫穷，可是打工打到头来还是穷。在杭州每天打3份工，坚持了1个月，上医院，医生给我开了400多块钱的药。医生跟我说，你不能再这么累了，再累下去你真的要腰间盘突出了。男人在外打拼养家，女性在家中相夫教子，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。但在中共之下，中国男人已经养不起家了。中国的男人已经养不起家了。中经有4个调查，全国14亿人当中，月薪高于2万的只有70万人。有个经济学名叫劳动共享率，说美国一个工人的收入可以养4.8个人，德国可以养6.8个人，而我们中国就可以养1.1个人。所以呢，欧美有很多全职太太可以生养一堆的孩子，而我们中国呢，养1个孩子都很吃力。大部分的中国男人月收入在5000块钱以下，因为90%以上连5000块钱的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都没有达到。大部分男人几千块钱的工资还得应付日常开销、子女教育、房贷、车贷等等，基本上都是花光了，可能还得借钱。你看负债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？是我没嫁给你，就这一切事情都没有了，是吧？对，那你不要嫁呀。这抽烟本来就对身体不好，我花这边好久都没有了，你现在就跟我说让我戒掉，你也不要说就是因为没钱，而是你不愿意戒掉一些坏习惯。我理解了你1年了，你慢慢戒，你到现在还是1天1包，1包20块钱。之前以为我跟你同甘共苦，一起赚钱，后来我想想，你连个烟都不愿意戒，导致我们一起去玩，拖了1年了，6000多块钱啊，去云南也好，去海南也好，都能去了。而那些底层百姓有着无法言说的心酸。哎，你怎么又跑过来这边睡了？没有，那边太冷了，然后蚊子也多，现在下雨了。你现在有没有地方住嘛？就是睡在外面了。没地方住了。哦，那你是哪里人呢？我是贵州的。你是贵州的，那你怎么明天要不要去找个事做吧？带你。肚子好饿，你可以先带我吃个饭吗？我刚刚不是给你搞个那个泡面吃了吗？我现在都没钱了，我自己现在也是睡在这个桥洞上面了，就在这个桥洞上面了，没办法，我帮不了你啊，小妹。一名打工男子在深圳街头饿晕了。睡着了。找不到工作也不能偷我的电瓶呐！我在这里没停多久，看被敲了，电瓶被敲走了。今年小偷越来越多了。上周我邻居男士摩托车里面的汽油都被放了，被抓到的不是以前那批人，是一个年轻人。难道钱南镇
就会诞生一批人嘛。即使在外打工挣钱，工资也是不断的降低，还是有很多中国人坚持在外工作，他们的孩子只好留在农村。2025年4月25号，河南商城一个家庭只有8岁的哥哥带着3岁的妹妹在地里种花生。你看看这2个小孩子，一个娃一个嗲，多能干。据邻居说，因他们家里情况特殊，只有80多岁的奶奶照顾他们。我有时会送一些衣物和吃的去给孩子。网友表示，中共集权专制致使儿童在困境中生活，令人愤慨。哀民生之多艰，在困苦的生活当中，中国人也在不断的觉醒。请善待你的老百姓，你也不看看你们现在啥样，民不聊生，水深火热啊！善良才能善终。这是很多中国人憋在心中已久的一句话，也是对中共政权的警告。现在中国民不聊生，百业萧条。当越来越多中国人都敢于说出对中共的不满时，离这个政权分崩离析的日子也就不远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